你有信心在2回合内 KO 方便吗？有。中国2米巨人号称在华无敌，更是公然撂下豪言壮语，要在当晚比赛将死神方便彻底 KO 终结59连胜。要说此人实力一点都不简单，此人名叫董建军，绰号董泰山，他是中国张志磊之前最能打的重量级拳击冠军，尤其是他身高2米13，本可以在篮球界叱咤风云，没想到却选择了竞争残酷的拳击运动。常年征战世界擂台的董建军拳法惊人，已经在世界擂台击败 KO 了数不清的外国精兵强将，至此董建军才敢放话自己在华无敌，绝非死神方便能够碰瓷的。其实在得知这场比赛的时候，方便表示拒绝，毕竟自己已经长达4年没有比赛，并且还是在拳击领域面对董建军，哪怕方便自己本人都不能保证100%拿下胜利，奈何赛事方给的太多，方便也不好意思婉言拒绝，最终才发生了今晚的中国世纪之战。好了，废话不多说，让我们看看今晚2位选手的表现如何。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比赛正式开始。黑色短裤死神方便，金色短裤董建军，方便都不敢相信自己会在拳击领域面对董建军，毕竟2位的体重量级相差很多，如果方便一不小心被董建军命中头部，说不定会在今晚提前结束比赛。好在董建军个子太高，有许多防守空档，方便也可以利用身高差距进行精准命中。说要学搏击，也可以关注一下中国自由搏击运动员方便的快手号。好的，欢迎大家点击下方小铃铛下载荣耀大天使游戏，就有机会呢在游戏内领取最高888元的现金红包。各位老铁们，中奖率是100%啊！只要你下载创建角色，就能够领取红包，最少都有1块钱，2块钱就能够提现了啊！好，我们看到这个董泰山啊，在第1回合其实并没有出过太多的动作啊，这完全处于在试探啊，也不敢轻易的出拳，怕这个防守的漏洞被方便给发现啊。所以看一下双方的第1回合处于试探的一个状态。我们本场比赛总共有5个回合，每个回合有3分钟。那么我们前3回合中间会休息1分钟，那么在第3回合之后我们会休息时间稍微长一点。好，一个幸福，方便打进去了啊！我们看到这个第1回合这个董泰山啊，他已经开始往前压了啊！哎，这个从双方的表现来看，董建军也不忍心使出全力进攻方便，2位选手都是中国拳坛为数不多的顶尖高手。如果在这场比赛打伤对方，中国拳迷粉丝也不会买账，所以2位选手一直在中远距离进行游走试探，不到万不得已，谁都不会主动发起进攻，尤其是方便需要格外注意对峙距离，谁都不能保证董建军的出拳力量有多么大。它的臂展越长，那当然呢，身高高的话有一个劣势，就是它移动起来会比小个子的更加的困难，更加的吃力，所以在体能上面对于身高高的选手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我们知道这场比赛有5个这个连续的前次的一个点拳啊，5个回合啊。那我们的泰山能不能支撑完5个回合？能不能在前2个回合就把方便 KO 呢？今天在我们的这个搏击秀上还没有出现首次的 KO。那今天在他们俩之间的对决当中，能不能出现首次 KO 呢？好，我们可以看到比赛呢现在进入到一个非常焦灼的一个状况啊。现在我们的泰山一直处于一个非常主动的一个。好，还有20秒，停。这回合还有20秒钟。对，我们泰山就是想在前2个回合啊就能够把我们的方便 KO， 所以呢。但是我们看到这第1回合这个泰山的这个进攻的这个效率是非常低啊，这个。虽然会有一些的前刺拳的动作，但是这个命中率是非常的低啊，因为他的动作幅度比较大嘛。好，第1回合结束。比赛来到第2回合，董建军要是在同级别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可是面对方便这个小个子也是无可奈何，因为方便的移动速度太快了，每当董建军发起进攻，都会被方便迅速躲避过去。同时方便还能给予董建军精准反击，可以说今晚的比赛并不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比赛，只是为了流量的一场拳击娱乐赛，没有必要使出全力。胜了美国怪兽鲍勃萨普，实力非常的强悍，那么在他的身高臂展有绝对的优势，在比赛上他绝对占据了一定的优势啊。那么看到方便，那么也是59场不败，那这一场拳击秀和董泰山进行。这是第2回合了啊，我们总共有5个回合，每一回合有3分钟。好，我们看到这个董泰山的这个前刺拳，
这两位啊，其实都很难打啊。这个因为这个董泰山的这个臂展会比较长一些，所以他的保护范围会比较多点的，方便想打进去也很难。但是呢，这个董泰山呢，他也不是太好打，因为对方呢，特别的灵活啊，特别的灵活。这一场比赛真的是非常有看头啊！方便身高184公分啊，董泰山身高211公分，两位呢都是非常厉害的顶尖级的这个拳手运动员啊。也可能只有在散打哥的搏击秀的活动现场才可以看到两位非常优秀的运动员出现在一个比赛。随着时间的推移，方便已经完全摸清楚了针对性打法。那就是仔细观察董建军的移动路线，要么是发起主动进攻，干扰对方进攻节奏，要么就是立刻上前施展内围缠抱，拖延时间。这样做就会让董建军打得完全摸不清头脑，这也是为什么方便能够在职业领域保持连胜的关键原因。其实我们是一个搏击秀啊，跟所有的老铁来说是一个搏击秀。虽然他们都是真打，但是我们是一个搏击秀，为的就是展现运动员的风采，然后呢弘扬体育精神，宣传全民健身的一个正能量。大家都知道我们散打哥是非常正能量的一个快手主播啊，所以没有关注散打哥的各位老铁们，关注一下我们散打哥，加入粉丝团，我们红包不间断啊，红包不间断，精彩不停，赶紧关注一下散打哥。真的，我看到现在真的两位真的太难打了啊！这真的太难，一个是力量，一个是速度，这就是速度和力量的对决啊！这第二回合了，还有20秒钟啊！这回合还有20秒钟，给他们加油好不好？来，我们直播间的老铁们啊，支持方便，扣个1， 9、8，支持7、董泰山6、5、4、3、2、1，啊，这一回合结束。好的，支持方便的扣1。方便3。比赛来到第3回合，董建军虽然在身高方面占据绝对优势，但是方便的移动速度出奇的快，并且一旦方便放低进攻爆炸，董建军如果想要精准命中，除非蹲在地上，这就无形中限制了董建军的进攻脚步。如果接下来的比赛方便可以做到无伤打满比赛，相信单单从比分上方便可以继续保持连胜。那太高了，他的这个防守的区域范围非常大啊。然后我让，而且他是向上去打的啊，这个难度真的非常的大啊。我们看到这个董建军想打到方面也很难，因为毕竟对方真的太灵活了啊。好的，那么正在观看直播的各位老铁，记得要关注散打哥的快手号，加入粉丝团。那么我们每一次会发50万的红包，每一次会发50万的红包。另外呢，想学习搏击的也可以关注一下中国搏击自由搏击运动员方便的个人快手号，可以报名啊。好的，欢迎各位老铁。我跟各位老铁说啊，待会儿我们还有我们的刘二狗跟张开凤的精彩对决，所以好戏都在后头，赶紧老铁们把我们的直播分享出去啊，分享到你的朋友圈，分享到所有的快手群里面，好不好？来，比赛进行的非常的激烈啊，支持方便的来，老铁们扣个1，支持董建军的扣个2，看看。不得不佩服，方便的确有超高的拳商，无论董建军如何努力，都摸不到方便。方便也从最不被看好的一方转变为优势者，长时间的精准打击或许无法让董建军遭受伤害，但是只要长此以往的进行下去，方便也可以在比分上处于绝对领先，而且会计分的。而且对我们拳手的体能来说也是一个考验啊。之前我们都是3个回合，但是这一场重量级的对决是5个回合。支持方便的扣1，支持董建军的扣2啊！支持散打哥的记得关注一下散打哥，加入散打哥的粉丝团，红包不间断，来散打哥直播间领红包啊！赶紧把直播分享出去，50万一次的红包不间断啊！同时，安卓版首发的游戏《荣耀大天使》，点击下方小铃铛就可以下载了啊！好的，两位选手，现在第3回合的比赛啊！好，现在相互的这个试探当中啊，因为拳手其实每出一次拳，他必须是有把握的情况下才出拳，要不然如果他没有把握，出的是空拳，那他的力气就白使了啊！因为对拳手来说，拳场上的体能消耗啊，体能也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到底我们的董泰山能否坚持完5个回合啊？对他的身高这么高的一个拳手来说，也是个非常大的挑战。最后公布比赛结果，死神方便通过比分优势赢下最终胜利。大家认为2位选手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